女孩只是喝下一管蓝色的药剂，她的身体便开始发生巨变，先是手肘上长出倒刺，接着竟拥有了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的能力，最后就连她的长相也开始发生变化。殊不知，女孩竟成为了拯救人类的关键。未来世界由于环境的破坏，空气中充满了致命毒素，没钱购买新鲜空气的人很快便会中毒死去。而艾拉是位广告模特，她所代言的以色科技正是在这末世下唯一能够生产浓缩空气的企业。这天夜里，艾拉来到一个派对上，可她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男友塔利与闺蜜早就搞在了一起。二人今天从黑帮的手中偷了一瓶蓝色的药剂，正准备在卫生间好好享受一下。可就在这时，毫不知情的艾拉闯了进来，三人大吵了一架。临走时，艾拉看到男友落下的蓝色药剂，愤怒的她一饮而尽。殊不知这种药剂只要服用一滴，便能直冲云霄。很快，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艾拉忍不住爬进了浴缸里，在冰水的刺激下，这才勉强压抑住浑身的燥热。殊不知，她的身体此刻正在发生着变异。与此同时，男友终于发现自己丢了东西，可当他准备起身寻找之际，迎面却撞上了黑帮成员。塔利赶忙冲进卫生间，可地上却没有蓝色药剂的踪影。眼看对方要下死手，危急时刻，塔利从对方身上抢下手枪，可胆小如鼠的他哪里敢开枪，一番扭打下，反而射中了自己的大腿。见状，黑帮成员为他绑住伤口后，便扬长而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塔利清醒了过来。原来艾拉竟一直躲在天花板上，可卫生间的大门早已被反锁。心烦意乱的艾拉一拳挥去，竟直接打穿了门板。可黑帮成员守在了楼梯口，二人只得另寻出路。艾拉拿起吹风机，接着爬上浴缸，朝头顶的防弹玻璃狠狠砸去。没想到3两下便砸穿了玻璃，可巨大的声响也吸引了黑帮的注意。二人来到屋顶上，艾拉身轻如燕，可塔利就没有这么轻松了。艾拉疑惑地看着手掌，似乎自己拥有了蜘蛛侠的能力。就在这时，男友脚下一滑，径直摔了下去。眼看对方生死未卜，艾拉没有丝毫犹豫，也跟着跳了下去。稳稳落地的她来不及多想，只得丢下男友继续逃命。翻过围栏，一辆车子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艾拉再也支撑不住，晕了过去。男孩刚好是艾拉众多的舔狗之一，赶忙将她抱到车上，接着迅速地离开了现场。第二天一早，看着沉睡的艾拉，男孩只觉得心中一阵燥热。可就在他想要趁人之危时，男孩惊恐地离开了这里。艾拉来到卫生间，只见自己的手臂上莫名出现了许多伤口，只是心念一动，一枚尖刺从手肘中伸了出来。艾拉慌忙地将它剪掉。这2天身体的变化太过诡异，还是要前往医院检查一下。可当他摘下口罩，露出狰狞的面部，医生却以为他是得了传染病，便喊来保安要隔离他。艾拉撒腿就跑，可对医院并不熟悉的他，很快便走进了死胡同里。就在这时，艾拉并没有什么朋友，无奈的她只得再次找到了背叛自己的闺蜜。就在这时，艾拉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皮肤正在迅速的溃烂，就连指甲也开始不断脱落。焦虑的艾拉想要热一下食物，可稍一用力就将把手扯了下来。突然，耳边响起了电话铃声，另一头的男人表示自己知道艾拉身上发生的一切，只要愿意和自己见面，那么就能够帮到她。此刻的艾拉没得选，只得来到了约定的地点。可对方刚一确认完她的身份，好在闺蜜追踪了她的手机，接着赶忙跟了上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被牢牢困住的艾拉终于醒了过来。她的身体变化越来越大，只是心念一动，手腕上便伸出一根尖刺，将扎带割断。突然，一股强烈的饥饿感袭来，艾拉顾不得危险，狼吞虎咽地吃起了案板上的生肉。就在这时，听到动静的二人走了进来。原来吉尔与罗斯都是科学家，一直在研究着如何改变人类体质，从而彻底适应现在的空气。可若是成功，那也就断了以色科技的财路。遭到迫害的二人不得已才加入黑帮寻求庇护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警察闯了进来，不由分说的便将艾拉逮捕起来。好在吉尔提前开溜，很快艾拉与罗斯便被抓进了牢房里，而他身体的变化仍在继续，人类的耳朵坏死脱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走进了牢房里，而他正是以色科技的总裁埃里克。看着艾拉的变化，埃里克表示自己能够帮他恢复原貌，接着便将二人带到了车上。
很快，众人来到了一座医疗中心内，埃里克将麻醉剂注入艾拉的体内，接着便开始了各项检查。可将他的基因序列与普通人类的对比后，却发现差异巨大，他的基因反倒和蜻蜓的更加接近。另一边，罗斯正在遭受折磨。原来埃里克想要霸占他的科研成果，只要结合自己现有的研究，他有信心研制出让所有人基因突变的药物，到那时将没人能够撼动公司的地位。可罗斯却依旧软硬不吃，只因他觉得这项成果应该对全人类免费，毕竟所有人生来就有活下去的权利。画面一转，艾拉醒了过来，埃里克解释道，由于基因突变，他的体内不停地产生一种酶，能够中和空气中的毒素，只要他愿意配合自己的研究，那么也许就能造福全人类。受到蛊惑的艾拉只是稍作犹豫，便在同意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艾拉从一座封闭的实验室里醒来，隔音玻璃外，埃里克正在向董事长汇报着他的计划。他准备大量提取艾拉的血清，从中分离出有效的基因片段，经过复制后植入全世界有钱人的体内，让他们摘下口罩，只是最后要将艾拉销毁。毕竟他知道的太多了，殊不知艾拉的听觉早已进化得十分灵敏，二人的对话被尽收耳底。见状，埃里克也不装了，房间里弥漫起大量的镇定剂，艾拉终于坚持不住晕了过去。很快，两个研究员走进房间，他们负责将艾拉转移到手术室里。可男人惊恐地发现，与此同时，保安终于发现异常，艾拉逼问出罗斯被关押的位置，接着潇洒离去。很快，艾拉来到了地下室，找到了关押罗斯的牢房。可就在这时，一名健硕的保安也赶到了这里，可地上却只留下了一件白大褂。与此同时，侥幸逃脱的吉尔开着面包车假装送货司机，好不容易混了进来。他在大厦四处安装了炸药，很快爆炸声不断传来，二人明白这是有人在接应自己。就在这时，艾拉突然感到转角处有人正在靠近。就在这时，整个地下室里弥漫起了有毒的空气，三人慌忙躲进了一个卫生间里。凭借超强的感知，艾拉瞬间便发现这里还有其他人。眼前的男孩正是埃里克的儿子。今天他刚好来到公司探望父亲。善良的艾拉并没有伤害他，而是带着男孩一同离开。而此时的埃里克也发现儿子消失不见，四处寻找的他刚好撞见了三人。艾拉伸出手腕上的倒刺，他不相信有人会伤害自己的孩子。可下一秒，艾拉爬上护栏，接着一跃而下。强大的身体素质让他几乎无视地心引力的存在。三人汇合完毕，接着开上面包车，便要强行突围出去。可就要成功之际，轮胎却被子弹打中，面包车瞬间便发生了侧翻。吉尔艰难地爬了出来，保安一拥而上，可车里却没有艾拉与罗斯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二人一路狂奔来到了护栏边，艾拉伸出骨刺，轻松割开了铁丝网。可这里方圆几十公里都是以色科技的地盘，二人插翅难飞，眼下只剩一条路可选了。罗斯不再犹豫，艾拉的勇敢让他彻底放下心来，于是将剩余的药剂交给了他。等逃出城外，罗斯早已安排了队友前来接应。紧接着，艾拉一跃而下，很快便消失在了视野中。没过多久，埃里克便带着手下来到了这里，将罗斯团团围住。故事的最后，艾拉进化出了一对蜻蜓的翅膀，而他也找到了罗斯口中的队友。一场人类的进化史即将拉开帷幕。